歼十系列战斗机发展至今，已经诞生了 A、B、C 3个型号，会不会有歼十 D 的出现，一直以来都被广大军迷们所关注。今天虎哥就来给大伙儿详细分析一番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这几天一张歼十 D 隐形战机的概念图开始在外网上刷屏。从图片中分析，歼十 D 隐形战机在外观上和歼十 C 比较有不小的区别。图片上的歼十看起来更像是轻量化的歼20隐形战机，机身上的隐身涂装和隐身战机的设计元素非常明显，可以看出机头甚至还换装了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 EOTS 系统的豪华配置。那么在当前，解放军空军是否有必要研发一款隐形版的歼十 D 战机呢？歼十系列战机是我国解放军空军装备的第3代多用途单发战机，普遍装备解放军空军部队。问世20年来，衍生出了歼十 A、歼十 B、歼十 C 3个主要的型号。其中歼十 A 作为第一种全面量产的战斗机，到现在已经稍显落后，技术上只能说是3代战机早期水平，不具备发射 PL-15 导弹的能力，而且也没有现在解放军新入役战机普遍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因此歼十 A 于8年前停产。歼十 B 是歼十 A 的后继型号，这款战机相比歼十 A 具有大幅度改动，包括改装 DSI 进气道，安装光电瞄准系统，并且换装无源相控阵雷达，垂直尾翼和襟翼亦相应的加大，在航电上也有较大提升，是不折不扣的3代半战机。这款战机生产了几年后，在2015年正式停产，被更先进的歼十 C 战机取代。歼十 C 当前是歼十战机系列最先进的，基于歼十 B， 歼十 C 换装了世界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新式空空导弹。为了进一步加强隐身能力，在材质上强化了这一点，同时换装国产成熟的涡扇10发动机，为对应电子战，歼十 C 也在机背上增强天线。可以说，歼十 C 的空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3代半战机的顶尖水平，比阵风和 F-16V 战机还要强大。当前歼十 C 也是唯一正在继续生产的歼十系列战斗机。歼十 C 的工作此前主要是由132厂负责生产，但是根据外媒的报道，因为132厂正在全力提速歼20生产，因此把歼十 C 生产线交给了贵飞。虎哥认为，歼十 C 战机几乎将歼十系列的改装潜力全部发掘完毕了，改装成歼十 D 隐形战机的可能性不大。要知道，将一款常规战机改成隐形机的难度是相当之大的，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庞大的工程。有不少网友却认为非常简单，无非是气动外形的处理和加装隐身涂层的事情。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完全有失偏颇。首先说说隐身涂层对于战机的隐身的影响。隐身涂层不是万能的，不是什么雷达波发射出来都能被涂层全部吸收，隐身只能相对减小一点的 RCS 信号，甚至不到原本 RCS 信号的1/10，且现有的歼十 C 战斗机上已经涂装了吸波隐身涂层来减小 RCS 面积。影响战机隐身性能的关键是气动外形。歼十 D 要改装成真正意义上的隐形战机，肯定要在气动外形上下大力气。首先，隐形战机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小 RCS 信号，都是内置弹舱，这样携带的弹药不会因为敌方雷达的探测而增加 RCS 信号反射。而像歼十这样的3代机可没有什么内置弹舱，都是外挂弹药。如果要将歼十改装成内置弹舱，这就更复杂了，这就涉及到飞机的机身结构、气动外形、飞控等一系列的改进，改动幅度太大。从改装的成本和改装的力度上来讲，这样耗费的时间和重新设计一款隐身战机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因此，将歼十系列战机升级成歼十 D 隐形战机，性价比完全不合算。空军未来采购装备已经完善的歼35战机，都比所谓的改装隐身歼十 D 的方案听起来靠谱得多。
歼35可是专门设计的新式中型隐身战斗机。因此虎哥认为，所谓改装歼10 D 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。要虎哥来说未来歼10C 战机可能会有一点改动，但是绝对没有歼10 D 隐身型这么夸张，如增强歼10C 的超音速拦截能力。毕竟歼10C 由于加装了新型的装备，导致增重，速度相比歼10A 降低了一点，从 2.2 马赫降低到了 1.9 马赫。未来随着国产新型发动机的完善，歼10C 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提升。还有就是新型多用途的复合挂架，可以让歼10C 战机挂载更多种类不同的精确制导弹药和空导弹，进一步提升打击能力。